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咁睇到個新聞啊，大陸新聞啊，紅星新聞嗰度報道啊，就話有個90後嘅月光族啊，喺國外間諜嘅指導之下呢，就考上公務員啊。哇，咁樣聽其實都幾誇張喎。國外嘅間諜竟然可以幫到本地人就考到公務員，睇怕幫佢考到公務員之後，應該就係做間諜嘅工作啦。咁我哋睇一睇呢一個新聞講啲咩啦。咁個新聞講到啦，近年嚟啊，國內好多高科技企業係陸續受到某西方大國嘅無理打壓，咁呢度應該講美國啦。然後啦，就列入制裁範圍啊。2021年啊，國內某高科技行業又有2間企業毫無預兆咁樣上榜啊。呢2間企業嘅信息點樣洩漏呢？又點樣俾外國政府部門盯上嘅呢？咁上海市國家安全局就迅速啟動調查啦。而俾上海市國家安全局調查嘅係一間長期從事進出口貿易嘅公司，負責人就姓黃，45歲，祖籍喺華東沿海地區，公司主要經營嘅業務係國外進口某清洗設備嘅部件，俾西方大國列為制裁對象嘅2間高科技企業，就係阿黃某間貿易公司嘅重要客戶嚟㗎。咁啊，黃某明明賺緊啲客戶嘅錢嘅喎，咁點解呢就要將佢哋賣俾外國政府呢？咁呢件事啦，就要由2021年頭講起啊。阿黃某呢就接到一封郵件啦。對方啊就自稱係某國嘅執法機關，要話黃某提供咁多年嚟公司嘅交易明細同客戶數據，對於呢個國家嘅執法機關要公司內部資料同信息嘅行為，阿黃某就好唔情願㗎。而且呢啲交易明細同客戶數據對於外貿企業嚟講係好敏感嘅數據嚟㗎，於是乎佢回覆咗一個郵件就婉拒啦。但係對方啊就發咗下一封郵件，直接威脅啊，話如果黃某唔願意配合佢哋嘅工作，就停發出口許可證。對於黃某嚟講，如果貨物唔能夠按時交付，就會遭受幾百萬巨額嘅損失啊。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第36條規定，非經中華人民共和國主管機關批准，境內嘅組織個人不得向外國司法或者執法機關提供存駐喺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嘅數據，即係話呢，按照大陸嘅法例啊，你係未經過當地嘅政府批准，係唔能夠將公司嘅資訊泄露俾海外嘅執法機關啊。咁啊，黃某遇到呢種情況呢，應該係即刻向有關部門報告，未經批准不得向對方提供信息。但係由於阿黃某法律意識淡薄啊，認為只係提供自己公司嘅內部數據，唔涉及違法犯罪。喺呢啲境外機構嘅威逼利誘之下，佢擔心自己嘅生意受到影響，最終就將啲數據俾咗對方啦。咁過咗冇幾耐呢，對方又要求黃某去打探同佢公司有業務往來嘅2間公司嘅信息啦。信息內容就包含進口零部件嘅目的、製作產品嘅去向，同埋一啲涉及呢個行業嘅敏感數據啊。話你海外嘅執法機關可以咁樣去命令人做嘢嘅咩？咁你外國人嚟嘅喎，外國機關去命令中國公民去做嘢，咁佢哋做間諜都輕鬆啊，出一張嘴呢就可以氹到人去做嘢啦。咁呢個時候呢，阿黃某就落入咗呢啲境外機構設下嘅陷阱啊，難以抽身，就將2間公司嘅敏感信息，甚至係泄密資料就俾咗境外機構啦。咁之後境外機構又勒令黃某去打聽行業內其他公司嘅機密，令到黃某泥足深陷啊，唯有乖乖就範啦。2021年下半年俾黃某出賣嘅2間公司呢，就俾西方大國列為制裁對象啦。事實上，黃某唔單止喺呢件事上邊冇任何得益啊，反而係損失咗2個重要嘅銷售渠道啊。而黃某嘅呢啲行為俾業界知道咗之後，又俾其他公司抵制，生意講得上係一落千丈啊。因為如果你係可以咁樣賣到其他公司嘅，我再同你合作，喂，
咁咪真係賣埋我自己，邊個會願意做一啲咁樣嘅生意啊？去到2021年年底啦，黃某同佢嘅公司呢，就因為涉嫌非法向境外機構提供信息數據，就依法處罰。咁新修訂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喺7月1號起就正式實施啦。咁間諜行為嘅界定就係將其他關係國家安全同利益嘅文件、數據、資料、物品就納入保護，同埋新增規定投靠間諜組織同佢嘅代理人就視為間諜行動啊。而喺2022年嘅8月啊，上海市國家安全局亦都破獲咗一單針對黨機關工作人員嘅間諜案，而呢一個涉案人員係一個90後嚟嘅，曾經喺上海某個大學讀研究所，研究方向係產業經濟學。2019年，董某畢業之後喺某個黨政機關下轄研究所工作，因為啱啱入職啦，月薪大概8000蚊左右，喺大陸8000蚊其實都已經唔錯噶啦。咁啊，董某呢，同女朋友喺單位附近就租咗個房間啦，淨係屋租啦，要用咗個一半人工啦，加上平時嘅其他開支，基本上佢已經係月光族啊。有時候仲唔夠錢使，要問屋企攞。經濟上好緊迫嘅董某呢，曾經諗過返老家做嘢㗎，但係又唔想放棄喺上海發展嘅機會，而喺工作地方同屋企2點一線，朝九晚五嘅生活好枯燥啊。但係董某都習慣咗啦。半年之後呢，就俾一場精心設計嘅偶遇打斷咗董某收工返到屋企，啱啱入小區就俾一個外國人攔住問路啊。董某啱啱好知道佢要去嘅地方啦，就好人做到底，帶佢去目的地。而呢個外國人呢，就為咗表示感謝，就請佢禮拜6就去酒吧飲酒啦，仲加埋微信，令到董某冇諗到嘅，原來呢個外國人啊，真實嘅身份呢係一個外國間諜啊！佢之所以接近董某，其實有預謀有目的啊！咁啊，董某對陌生人冇啲乜嘢特別戒心，酒量都唔大，幾杯落肚之後就將自己嘅個人信息話咗俾對方知啦，仲話到啊，對自己今後嘅個人發展感到好擔憂啊！飲完一輪酒之後，兩個成為好朋友啦。再飲第二次，個外國人對董某講話，佢哋公司要求研究人員每個月都要提交一份自身研究領域嘅報告。佢嘅中文讀寫能力一般，揾中文資料比較吃力，希望董某可以幫手去搜集一啲特定課題嘅資料，佢願意出錢啦。一個課題可以去到幾百甚至1000嘅，咁不知不覺呢，董某就俾佢吸引咗啦。因為搜集嘅資料都係網上公開嘅，董某就冇啲太大嘅心理負擔啦。後來呢個外國人嘅要求啊越嚟越直接喎，索性啊就叫董某寫好報告俾佢啊。咁後來啦，呢個外國人就話董某嘅報告內容唔夠深、唔夠專業啊，叫佢喺單位入邊揾行業嘅數據同分析報告。而家董某明知呢啲內部資料係保密㗎，但係受唔住金錢誘惑同意咗啊。隨住交往深入，國外嘅間諜對董某嘅指導越嚟越細緻啊，甚至仲幫佢規劃埋人生目標。喺呢啲國外間諜嘅指導之下，董某就考取咗公務員編制。喺單位入邊，董某表現積極主動，得到領導賞識啦，能夠參與重要工作機會亦都越嚟越多。佢亦都係接觸到更加多嘅單位內部重要、核心同數據嘅機會啊！咁呢個間諜嘅目的性好明顯啦，就係通過董某去接觸黨政機關嘅內部重要同核心資料，然後不斷提高價碼。咁啊，董某就將呢啲文件複印或者影相俾佢啊。而董某作為黨政機關嘅工作人員，話佢冇法律意識啊，喺明知對方有境外背景嘅情況之下，為咗經濟利益，甘心俾對方利用。咁後來咧，喺2022年嘅11月，上海市中級法院就以間諜罪判處董某有期徒刑4年9個月，剝奪政治權利1年啊！咁好彩啦，咁啊上海市國家安全局啊揾到呢個人拉咗出嚟，而且證據確鑿啊！咁根據佢呢個新聞所講呢，網路上有好多嘅境外間諜呢係會通過偽裝去開展
間諜活動嘅，佢哋就會將嗰啲目標鎖定喺網上嗰啲涉世未深或者揀緊職業配偶有一定需求嘅人身上啊。喺2022年嘅10月啊，上海國安機關係破獲咗一單境外間諜網絡勾聯案件。個目標呢，就係一個00後嘅學生，喺2022年嘅1月啊，佢離大學畢業仲有半年，讀緊航空領域專業嘅小張開始惆悵啦。佢想揾一份兼職工作，一邊做嘢一邊攞工作經驗，另外亦都可以獲得額外收益。招聘網上邊好多呢啲信息嘅，於是乎呢，佢係揾到一份研究員助理嘅工作啦，啱啱好又係航空領域啊，都叫專業對口啊。但係小張估唔到啊，呢個崗位呢，就係境外間諜布下嘅陷阱啊！境外間諜人員就通過利用國外智庫、研究所、基金會等等嘅機構進行偽裝，宣稱自己係呢啲機構嘅專家、學者、研究員，喺網上邊就散佈招聘信息，同時就俾一啲工作難度唔大、任務操作簡單、性價比高、吸引相關領域嘅兼職人員應徵，等佢哋攞到甜頭，再進一步行動。小張應徵成功之後，好快接到第一單工作啦。工作好簡單，就係提供一篇近期嘅航空類學術文章。小張啱啱好喺度寫緊畢業論文啦，就索性將自己嘅論文發俾對方，攞到1500蚊啊！有甜頭之後，小張就冇戒心啦。冇幾耐，第二單又嚟啦，就去學校圖書館檢索一啲近期嘅航空雜誌影相之後，發俾對方啦。一本雜誌至少60-70蚊，多嘅100-200蚊都有。咁幾次交易之後，小張同對方啊熟起上嚟啦，成日喺微信上面傾偈。小張因為臨近畢業，對就業問題比較關心，對方職場老手啦，成日進行請教啦，同佢點知呢，就正中呢個間諜嘅計謀啊！對方就建議小張報考航空領域嘅國有企業或者體制內嘅公務員，你去咁樣考嘅話呢，就可以為後期提供相關領域嘅情報有便利條件啦。小張都好信佢嘅，因為大家合作咗好耐啊嘛，就聽佢建議。後來就竟然俾國內某間航空公司駐上海嘅機構錄取咗，同埋進入呢間機構嘅行政管理部門工作。小張入職之後，境外間諜嘅聯絡同佢呢就更加頻密啦。佢唔單止叫阿小張打聽公司內部機構設置，仲多次叫阿小張提供公司嘅內部文件。小張一開始呢就半推半就，後來貪錢啊，越陷越深。喺呢啲境外嘅間諜指導之下呢，小張登錄單位嘅內部網站，去 copy 指定文件提供俾對方。另外，亦都根據對方要求，將重要安保節點、搜集公司內部掌握嘅空域管制、航運保障、軍機航線、軍用機場分佈等等嘅情報俾晒對方。咁一共呢，就提供咗100幾份文件，收取間諜費2萬蚊。2022年11月，呢一個小張就因為間諜罪就送咗去審噶啦。咁其實唔好講話間唔間諜啦，你公司嘅內部文件你係咁樣走咗出去俾其他人嘅話，你已經係犯咗罪噶啦，商業間諜嘛。而家呢啲咁嘅案例呢，睇到啦，其實呢啲間諜啊，境外間諜呢，佢哋都好醒喎，用好少錢、好低嘅成本就可以攞到好多佢哋想要嘅資訊。100幾份文件啊，佢先收得間諜費2萬蚊咋，然後就因為呢2萬蚊要去坐監啊，幾唔抵嘅事啊！咁所以呢，呢啲咁樣嘅兼職唔使點做嘢又多錢，大家要警惕啦！呢個世界呢，冇免費嘅午餐嘅，就算有都唔輪到我嚟食啊！好啦，咁今集呢，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大家有咩想講下邊留個言啦，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